允堂，允堂，太太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这是我儿子花钱租的房子，我要来看看我儿子又添置了什么摆设。红雨给太太请安，问容妈妈好。礼数倒还算周全。太太，您请坐。哦，我去给太太沏杯茶。慢，我们太太喝茶的脾性和二少爷不一样，她不喝碧螺春。红雨明白，红雨早就准备好了上好的松溪白茶。这种茶上海都少有，你这里怎么会有？二少爷哪天不念叨太太好几回啊？我因此知道您就爱喝这种茶，跑了大半个上海才买到，就是盼着太太哪天能给我一个机会，喝一口红雨我沏的茶。总算苍天不负有心人，今天可把您给盼来了。罢了罢了，端上来吧。是太太。太太，请用茶。是二滚水泡的，算是合我的口味。太太，给。这手巾是法国名牌，像你这种身份的人，怎么能让我儿子给你买这个？太太，您冤枉我了，这是我给允堂准备的。我知道他在家中就喜欢用这个牌子的，我是怕他用别的过敏，受了委屈。太太，红雨倒没说谎，这是二少爷用的。你倒是从心底知道关心我儿子，这也算是可取之处。还有红雨对老爷太太的一片孝心呢。红雨平时没事一直学着做太太最喜欢吃的绿豆糕，今天斗胆想在您面前献个丑呢。那就看在你诚心诚意的份上，太太赏你个脸，吃1-2块。你赶快去厨房准备吧。好，太太，红雨先去忙了。太太，我看他对您恭恭敬敬的，应该不是装出来的吧？他就是装的。啊，原来他是拍咱们的马屁呀！那我们现在就走。走什么走啊？要说这婆媳之间，这儿媳妇拍马屁，就是装也是不错的。哎呀，我这做婆婆的，平日想让儿媳妇拍马屁，哼，有那清高的人还不接这个茬呢。您是说二少奶奶不如红雨懂人情世故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一提童玉婉，我这气就不顺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们吃完了再回去。是。
啊，父亲，您回来了。这么晚了，饭菜还没准备好啊？这几天您都在工厂忙，也不知道您今天会回家吃饭，所以就没准备饭菜。大妈呢？带着容妈出去了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那雪竹跟你妈呢？母亲带着雪竹去看戏去了。看看我娶的这两房太太，我最艰难的时候，两个太太只顾着自己寻欢作乐，没有一个人和我共患难啊。父亲，您稍后，我让他们备饭啊。不用了，让他们给我弄碗面条好了，面呢，最起码可以意味着长长久久。父亲，咱们杜家自然可以长长久久。您怎么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呀？再说吉利话也没有用啊。你可知道，咱们杜家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呀！啊？灭顶之灾？爸，我听说沈之沛向北洋特使让步了，现在整个上海都恢复供电了，那怎么咱们家的工厂还是没电呢？现在最糟糕的是，咱们工厂的备用发电机，在这个时候也被人弄坏了。这是不是想逼我们知难而退啊？这还把我们家的发电机给弄坏了？你猜的一点都没错，是买通厂里的人动的手脚，而且这个嫌疑人昨天晚上畏罪潜逃了。父亲，这个嫌疑人肯定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是无疑的。我想指使他的人应该就是森下洋行那些人，他们是为了不让我们拿到京邦街的开发权。这是显而易见的。永威啊，如果你是爸爸的话，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？我想，既然人家不愿意让我们做这个事情，那咱们就放弃。爸，要是成了沈将军的眼中钉、肉中刺的话，咱们会吃更大的亏啊。云堂，你呢？你怎么看？我觉得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。哦，说说你的理由。其实眼下最聪明的方法，就是把京邦街的开发意义发到报社去，让他们大肆张扬。到时候我们可以让整个上海的人帮我们大造声势。你们两兄弟啊，一个是畏惧，一个是冒进。看来你爸爸我还是不能休息啊。爸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工厂，还有工厂里面的工人。我现在回去就是要稳定大局。